哇，我们今天请到重磅来宾，这个从未跟大家在影片面前露面的许愿女神来到我们的一场现场，真的女神降临，哇，真是倍感荣耀了哈，我们也觉得很开心。对，那这一次趁她短短回来的休假期间，赶快紧抓她的时间，一定要邀请她跟我们一起入境拍一个影片。没错。那我们今天准备的主题呢，就是女神要介绍真正的法式香水，好不好？那我们那个 Julia 来帮我们分享一下你这段时间在法国所闻到的法式香水。大家知道说法国香水有很多个国家其实都做香水，也都蛮有名的，那很知名啊，像是在英国的 Creed， 对不对？对。在意大利的西决夫啊，或者是 TT 啊，这个我们知道的品牌。那法国的话就有很多很多的品牌，大家都知道嘛，香奈儿、迪奥，对不对？娇兰，MFK 也算是法国品牌嘛，所以 Diptyque， 几乎我们喊得出名字的，很多都是法式香水。是，那在法式香水里面，我个人最推荐的是娇兰这个牌子。OK， 那因为最代表法国人精神。品质上也是最可靠、最一致的，就是娇兰这个牌子。那我们并不是说其他品牌不好，因为他们实际上你不论是说香奈儿、迪奥，他们也都是训练有素的法国调香师调出来的。那法国调香学校基本上就是那几家，所以他们经过了法国调香的这个训练之后。基本上出来的东西都有品质保证。那其他国家的话，他们的调香训练基本上是源于法国。哦，对，开支出去的。等于是很多人会去法国学，学了之后再回到英国去，或者是像意大利人比较散漫嘛，对。他们做事没有那么严谨，所以即使说意大利算是香水的起源地，但是真正发扬光大并且把它组织化的，对，有学术化的，是法国。是。那在法国里面，又把香水当成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在经营在做的，就只有娇兰。OK， 就是娇兰。是。那娇兰一直都有自己的调香师，其实就是他们家族的人啦。对，所以他从第一代发起人、创始人开始，他叫做 Pierre François Galland。他本身是法文。对，你刚刚讲的是法文吗？是的，他的原名，好好听哦。对。所以他是 Pierre François， 他是他本身是有化学背景的医生，是，所以他其实很多调香师，如果他要做得很好，他其实是化学背景，对，要有化学知识，他才能做得非常的精准。那 Pierre François 对，他在法国开始调香之后，他主要是服务皇室贵族，所以他最有名的就是帮拿破仑三世的妻子调了香水，然后他帮拿破仑三世的妻子做他想要的一支，那时候其实是古龙水啦，他是帮他不要那么气味这么厚重，他帮他调了，而且还帮他设计了像我现在手上的这种封印品，就是他是第一代创始人。娇兰的创始人，他为了这个皇后所设计的封印品。那我们就在娇兰总店去特定了这一支香水。那这个我们所以这支香水是盛装在法国，对，盛装在这支为皇后特定的香水瓶里面。所以这支香水呢是 Jicky， 那是由第二代传人叫做 Amy Galland
Amy Gallant，对 Amy Gallant 他所调制的 Jicky 是他们娇兰家第一支量产的香水吗？对，第一支量产化的香水。Jicky， 对，今天刚好有三世进来的老婆是欧仁妮皇后。对，她为了当时第一支量产，在之前都是客定。然后都是为了皇室定做的，对，为了贵族，就是人家来定做，我为你特调1支2支这样子。对，那前面它都还没有量产。对，那 Amy 她调了这支之后，她主要这支 Jicky， 人家传说就是可能是她的初恋情人。她初恋情人的小名，对，她取名叫 Jicky。那也的确说她本身一开始就是设计要给女性朋友的，所以这个大概是在150年前啊。哇！那它娇兰开始创始的时候，已经大约是200年前了。是。所以它前面的50年其实都是在做客定的，对，而且只有贵族、只有皇室才能够使用到香水。因为当初你就想说200年前，其实香水非常的稀少，而且你的萃取香精的方法，你可能就是蒸馏法、溶剂萃取法，所以这些都不容易，对，都不容易做。所以这个香水本来就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奢侈品，是，对，所以当时也只有皇室贵族消费得起。那到了这个 Jicky 这一支的时候，那 Amy Gallant 就觉得，我可以开始把它推广给一般群众了，所以他就想要设计给当时的女性。可是150年前，那时候的女性就会觉得，这支香味好像有一点太前卫了一点，太不太适合我。是，对。那他推出之后，反而来店里面的男性绅士们非常喜欢这个味道，非常喜欢这个味道，所以它反而是在男性的市场大卖，是，对，所以这是 Jicky。那也有人说这个 Jicky 的名字是第3代传人，他叫做 Jack， 对，Jack 第2代调的他的小孩，不是 Jack 是他的侄子侄子啊，对，不是他自己的儿子，对，但是还是 Gallant， 就是还是他娇兰家的，是家族的，所以他就是一代传了一代，传到，所以这个第2代也可能对第2代传人，他可能也许他后来是说是用他第3代传人，就是他侄子 Jack 的小名 Jicky 来取这个名字。OK。然后这个 Jicky 反而到20年之后，女生就开始喜欢它了。OK， 对，所以这个味道也会随着每一个时代的不同背景而这个受欢迎的这个时间点会不一样。它刚推出的时候，反而它本来定位在女性市场，是，可是女性朋友没有那么的喜欢它。但是经过20年之后的女性就开始喜欢这个味道，是，很特别，对，是。然后接着这个香水就开始进入了40年代、50年代，就到了这个第4代传人。第4代传人叫做 Jean Paul Gallant。Jean Paul Gallant 是被誉为那个上个世纪最灵敏的鼻子，对，非常灵敏的鼻子，所以他也做了他们家最有名的很多的香水。那你知道？所有喊得出名字的这些老香啊，都是2、3代传人做的。3、4啦，3、4代传人。对。所以那我手上的这一支啊，就是樱花。我手上这支樱花就是1999年由那个 Jean Paul 为了京都的樱花季所设计的。是。因为1999年那时候。感觉是千禧年嘛，对，千禧年快到了，然后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年份，是，对，当时也是有很多，不知道好像有末日之说呀，对的一些，所以总之是一个蛮特别的年份，那京都就要办这个樱花季啊，是想要有一个特别的香水，所以就邀请了
娇兰为他们设计，所以当初这支香水原本只在京都发售哦，它并没有对全世界发售，所以它原本一开始就是一个限量香水。是，而且那时候Jean Paul 也差不多快要收山了啦，哦，他也已经年纪蛮大的，也渐渐不太调香了，而且他那时候也知道自己。我们娇兰家自己已经没有别人了，对，就是不太会，已经没有下一代了，对，没有传人了，所以他那时候也其实已经开始在物色接班人了，是。那他第5代传人就是 Terry Wasser，就是 Jean Paul Galan 手把手带大的，对，那但是已经不是他们家族的人了，不是，那已经理解，我已经要传给下一个，传给外人了。OK， 因为他们自己本身的就是下一代都没有对调香有热忱跟兴趣的。是，能传到4代已经很强了啦。对不对？他们这4代传人都对香水有非常执着，对，非常热忱。但是很可惜的是，他们下面没有。对，那他就觉得我这个事业我经营了这么多代，经营了100-200年。是啊。那我不能把它放给一个，就如果你的下一代没有兴趣，你会被他败掉。哦，对不对？我必须要传给愿意认真、对真正有兴趣的人，对，而且也能够承接下去的人。所以他才会选到 Terry Wasser。OK。那所以这支樱花，你会发现它跟市面上的所有樱花都不一样。而且它是一支男女生都可以用的樱花。是。对，所以它的花香还没转开。对，花香还没有转开过，不明显。哦，它的花香反而不明显。本身樱花就没有香味了。可以用那个。它的附的随身瓶闻，这瓶子给大家看一下。对，瓶子给大家看。好，没关系，我来开过了。那它的气味上面基本上没有很大的花香，它就是一个皂感的，还蛮强烈的味道，很干净的气味，还带有一些茶香。那它为什么要这样呈现呢？主要是他理解樱花，因为。对日本人来说，这个樱花不好意思，给他们的对很紧，好，不敢硬拔。日本人在去欣赏樱花的时候，会带着非常崇敬的心态去，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是大自然给他们的一生只有一次的美景，所以他们是以茶道精神里面讲的一期一会的这个心态，去欣赏每一年的樱花雨，因为即使它每一年都会再来，但是你在此时此地看到的这个樱花就只有这一次，所以他理解说这个日本的精神对于樱花的精神。花道、茶道，他把这个都装进这一瓶，调进这一瓶樱花里面。是。所以它并不是我们一般所熟知的，樱花。像这边有一支樱花，但是我刚刚喷这个是，就像你说的，它比较有皂感，对不对？对，很清新，它很清新，而且是男生也可以使用的樱花，因为它所要强调的是，日本人。我静的这个心态，对，所以我不会干扰人，而且呢，我尊重这个空间，尊重这个自然，所以它是一个，我坐在这个大自然间，欣赏这个樱花的这个状态，这个场景，是，你不会闻到所谓樱花的香味，对，它就是一个空间，一个氛围，是一个场域，对，所以而且我是干干净净的，对，所以很纯净的这个气息，有，对，所以这一支樱花很特别啊，它是可以说是市面上独一无二的樱花，是，不会是你不论是Jo Malone的樱花呀，或者是
每个品牌多多少少都有樱对都会有花樱花香水嘛。 Florist 也有樱花、玉花剑啊，对很多很多。那些樱花大部分都是以粉嫩的形象来塑造它，而且也是以其他的水果啦、花来衬托，来营造出它樱花可爱的那个形象。是，但实际上并不是樱花的本身的气味。对，是所以这支一直都是限量。是。那就是最近几年会每年都会出一瓶这样子的，对，所以这是2022年，它每一年对，然然后它的造型都不一样，那每一年的味道也会不一样。味道它永远都是，它就是1999年的那一个味道的那个味道所调出来的这一支。是。那这一支就是限量，这就等于是娇兰家的收山作。哇！那它作为限量，因为这一支台湾卖2万多嘛，是不是？对，2.8万是不是5多。哇！那在法国的话是600欧元，或是650欧元，我有点忘记了。OK。那所以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收看这一支啊，或者是来我们这里闻闻看。对，它是一支非常特别的。是。那首先我要先把盖子先打开。我们有点非常它一组里面有附这个随身品啊，可以这边也可以闻，但那个可能我很怕把它对我也是怕这个小心。还是我们请豪哥开了，那当然他就可以带走了。为什么又是我了？好，所以这个就介绍到这个是第4代传人。OK。那这些以上的都是那个娇兰家族的人，挑出来的。是。那从这以后的都是 Terry Wasser， 就是第5代的传人了。那第5代他能被娇兰家选中也是厉害了。是。而且呢。那个 Terry Wasser 是原本他就在那个调香学校，那也调出了他在加入娇兰之前也调出了很多支其他有名的味道。那他本身也是挺优秀的，所以才能够被娇兰选中。对，那就选中以后就来接手娇兰。那接手娇兰，当然他娇兰也是不藏私的，把所有的配方都传授给他，是，所以是很倚重他了哦。对。那所以这一支就是 Terry Wasser 为了香榭里榭大道68号的那一间旗舰店调制的。你那天花束刚带回来给我们闻的时候，我很喜欢这一支，而且它很持香。那这只有那一间旗舰店，在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哦，真的啊！所以这是唯一的限定。哇，限定在那边买，对，只能在那边买。那它就是巴黎花束，巴黎花束 ，Bouquet de Paris 啊，什么 ？Bouquet de Paris， Bouquet de Paris， no Bouquet de Paris的 Paris。巴黎大家知道它的那个法文是念 Paris 吗？不知道啊，我们都不亏啊。Paris，好 ，OK。所以它才中文才叫巴黎啊 ，Paris。Paris，对，你会想，Paris 为什么会翻成那个巴黎嘛？对不对？因为是它法文发音啊。是。对，那这一支就是他调的第5代传人，Terry Wasser 很大罐哎。那 Terry Wasser 当然你知道之后，我们知道娇兰就是被 LV 集团买下来。对。那后来 Terry Wasser 也出了很多这个商业香啊，像是我的印记啊，或者是花草水语啊，这些系列都是Terry Wasser 调的。那当然，因为有碍于说要赚钱的压力啦，所以他当然后续调出蛮多东西，蛮多款香。那为了要符合，对，必须要迎合大众市场，所以有这些比较轻盈的，它也是走了一些淡香水。对，像这支樱花，对不对？我们就可以跟这个第4代，对，你就会知道说，这就是大众市场的樱花，是，它就是非常的水嫩，比较非常的水嫩，那这支就是纯粹女性啦，差非常多，很可爱的女性可以使用的，这种樱花香。
跟这支说男女生都可以用的樱花香就是相当不同。而且我也觉得这支它非常的成熟，它是一个成熟，而且必须要有所谓的空性、灵性的那个气味，对，你才能够去欣赏它。如果是小女生20岁，大概就会觉得，会纳闷啊，不理解她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成熟的人反而不扰人，对不对？那越年轻越想要让人家知道我到底是甜美啊，我很可爱。对。那所以我觉得年龄层上面不太一样。是。那它也是一支蛮好闻、蛮适合很普罗大众的香味。没错。是，对，这个也卖很好。对。那个 Tiriwasa 它本身也是可以调出各式各样不一样的香型，像现在所有的高地也都是 Tiriwasa 做的。对。当然，它高地娇兰的高地香，镜头看得到，有时候也会邀请其他的调香师来跨岛了，所以有几款 OK 对会像它应该是有2款是请那个 MFK 的那个 FK， 真的有2款是请他，是啊，所以他们有时候会请一些同业来跨刀，跨刀合作一下，对不对？合作一下，不过大部分都是 Tiriwasa 调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出为什么他厉害，因为他可以调出各式各样的风格。所以后期很多花草水系列也都是他调出来的，因为娇兰加的就是他们自己的调香师调的。OK， 所以你就会知道为什么 Tiriwasa 那么厉害，他为什么能被选中？对，就是因为他有能力。你就想说，一个人可以撑起一个品牌。是的。那对一个品牌，因为我们可能上次有跟大家稍微泄露了一下，说各个品牌的调香师。其实都可以向外委托啦。是，所以你说一个品牌，我如果有很多的，很多的香水的话，品项很多的，一般都是委托出去。所以我不需要一个人撑所有东西嘛。是，对。因为后面有大公司在做，那他们大公司养了好几百人的好几百位调香师。对，那娇兰不一样，娇兰是自己嘛，哇，所以他是永远就是一位调香师在调东西。对，那而且这一位他可以调出这么多不同类型的香水，所以他很厉害。是，再加上娇兰是因为所有其他品牌都是委外。有代工在做，对，香水是其他代工在操作的，娇兰是自己生产的，哇，连生产都是自己生产，对，所以我个人是最推荐他们，因为他们是从头到尾都是自己来在做，哇 ，OK， 我调香也是自己在调，是，那我制作也没有委外代工，对，那当然瓶子可能有其他厂商在做，但是我香水部分都是我自家生产的，所以它跟你说香奈儿或者是迪奥，对，或者是其他 Kilian 这些是Memo 对，很多他们都是委外的。对，虽然说我提过香奈儿有自家的那个农田啊，的种玫瑰啊，种茉莉啊这些的，但是它是提供了这个香精来确保说它要掌控这个关键原物料，对原物料是来确保我的香水品质是稳定的。对，但是它的还是由代工厂做香水的，但是这些代工厂还是法国公司啦，所以他们还是法国制造。是，但是我是说，娇兰的话就是全部都我家自己来。对，厉害。对，所以它是一家，我觉得你要享受法式香水的话，你要拥有法国香水的话，对，娇兰是一定要买的。是，我觉得我们在台湾都太轻忽娇兰这个品牌了，对，大家没有被炒作，对，而且大家认识都是可能就是这个小黑裙啦，商业香开始接触，都觉得它好像并不是很昂贵或者很特别的，对，但经过女神这样一介绍，才知道说这个是有来历的，而且是世代传人
对，已经传了200年。对，那又是法国很严谨的，受过很严谨训练去做出来的，而且他的第一代本身就是化学家加医学家，是，对，所以他有手把手的训练他的儿子，再训练他的侄子，再训练他们的孩子，对不对？是，所以这个他们家代代传承下来的精髓啊，对，就在这些香水里面。是。那所以其实我很建议要玩香的人都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娇兰的香水。OK， 太好了。因为我们之前也有进很多像遗产啊、满堂红，对，然后像韦之华101，对，那些都是前几代的传人。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后来有找到一些嘛，进来之后我们闻那个拍香闻，对，那时候就觉得说哇。很厉害，感觉跟沙龙香等级差不多，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抱着它是商业香的那个心态去闻它，但只是知道说是有名啊，听过就在沙龙界，我们有听过说，或是满堂红啊、遗产这几支是蛮厉害的，是，对，然后闻了之后说，哦，真的是很好，对。大家要知道，早期就是香水并没有分沙龙香跟商业香，对。那你要知道，娇兰一直都是以他们自己对很严谨的心态在调制香水，所以他们早期出来的这些香水都是沙龙等级都是可以归类在现在的所谓沙龙的香水。那我想请问女神，就是你在法国这段时间，你自己感受法国人怎么看这个娇兰这个品牌，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是怎么样？法国人如果你要提到香水的话，他们会提的只有娇兰哦，真的、啊，他们不会说香奈儿，也不会说迪奥，这些都不是。是哦 ，OK，对，他在他们心目中并不是所谓的香水是 number one 就对了，代表他们法国的香水。是，对，所以一般人如果说你问个法国人说，哎，我如果想要买法式香水，你可以推荐我什么？对，给啦。他们一定都是就是娇兰，对，一定不会推荐香奈儿不会，因为香奈儿本身是时装品，它是一个服饰品牌嘛，是那香水是它之后做的附属品，对，那迪奥都是跟着香奈儿在走嘛，对，所以他们当然就是我时装做得好了，我现在来开发一点周边，对，没错，所以它本身，所以他们自己也是用挖角的方式啊，他们也不想养调香师，我比较有钱，所以我就挖一个人家已经培养好的调香师过来，是，那所以当然他就是我挖一个很好的就好了，对，所以他们的香也不错，因为那个调香师是顶级的，对，因为他就重金聘请了，对，那我们就聘一个就好了，是节省那个学习曲线了哦，就是他不用重新去培养了，对，所以你说他们有没有特别好？我只能说它品质不差，它还是有法国人的那个严谨，对于香水的严谨，因为调香师毕竟他自己，他受过这个训练出来，他对自己的名字也想要维护啦，是，所以他们调出来不会是不差的东西，对，况且说大品牌，我给你的预算也够，所以他出来的东西不会差。我并不是说香奈儿或迪奥就差，是我只是说你说要代表法国的香水的话，我们一定要说是娇兰。是。那我再请教女生一个问题啊哈，那因为这个你也都闻过1代、2代、3代、4代的香水作品嘛，那跟这个第5代这个新的传人。他们这几代之间有没有什么分别的不一样的特色呢？我必须要说，就是第5代他们在接手之后，因为就像你们提到说，台湾好像大家对娇兰没有那么熟，所以他们有一段期间有一点没落了，沉寂下来，就是大家在转型，甚至最后就被并购了嘛？对，那并购了以后，我觉得 Terry Wasser 有被压制了一点。OK，对，所以他有一段时间他的调香就没有那么优秀。哦，对，必须要配合着这个商业化了。对，是。所以你也不能说他就不比他没有前面几代好。是，我不能这样子说他。对，因为他有他
传承继续接续这个品牌的压力。那再加上母公司会要求它可能必须你的营业额什么也还有那个对，所以它必须要商业化。那这个气味上，而且它要现代化。是。那你说它后来的市场走向是怎样？你看Jo Malone这么盛行，就知道市场走到什么程度。对对。那你知道Jo Malone是一个很幼稚的调香吗？虽然这样说它不好，但是它就是这个是一个没有以学术派来看Jo Malone的调香，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根基。幼稚园等级很幼稚的，是，你好像是把了一个你一般的调香有3调，它没有3调嘛，它就是我3调里面拿2个香材调出来就组合一起，对，然后叫你自己去叠香对，你3调你自己去弄，是所以是一个很基本上业界的人对它是一个比较鄙视的这个调香方式，就是以正规派的调香的角度来看，正规训练出来的就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幼稚的调香。但是那时候，可是你现在看说，过去10几20年的市场就是喜欢这样子的。对，那你要 Terry Wasser 做什么？是，那我就必须要做出现在普罗大众想要的，对，也被这个市场屈服了啦，也需要了，因为所以我觉得他会推出花草水语这种系列，也是就是你市场上比较泛滥的香水是什么类型？就是Jo Malone这种很清淡，然后很直白，对，就是你市面上都充满了芭乐歌的时候，那你再写一个古典交响曲，对。谁要欣赏你的古典交响曲？就曲高和寡了。对，就没有人要买了嘛。没错。所以我就必须要这样做。是。所以即使你就想说，调香师就是作曲家，但是我的能力很高，我可以写出很精彩的交响曲。对。但是我的市场上没有人要听这个交响曲的时候，我不能做它嘛。所以大家就只要那种。hip hop 啦，对啊，什么小苹果那种歌，对不对？只要听那种你是我的小苹果那种歌，那就没办法，他也只能做一些比较幼稚的，是，比较简单，对，比较简单，对，比较迎合大众的。是啊，我觉得如果用这个，我们如果用学校的来等级来看，就是小学嘛，小学生，然后到中学、大学、研究所，沙龙香可能就到研究所等级啊。那如果说一般一些味道比较单一单调，我们可能在香水小白入门的时候是会喜欢像Jo Malone啊，或者是像花草水语这样子的调香方式，对他们来讲是比较能闻到说这支就是樱花，这支就是小苍兰，这支就是玫瑰，去认识单一香材的好方式。对，就是刚开始他对这些香材都不是很了解的时候，是很适合这样子的入门款的。对。那我们如果已经走到这个沙龙等级的，就会觉得这个太单调，所以像我们社团可能有蛮多的会觉得说，就是Jo Malone的就你可能一开始喜欢，没兴趣了，对，一开始喜欢入门的时候 OK， 但是你闻到1-2年一阵子之后，你就觉得它太单调了。对，林心丽本身就是台湾的这个香水历程的代表啦。他最早就是你最早是从Jo Malone，对，我一开始就是从Jo Malone开始认识香水，因为在Jo Malone之前呢，很多香水像譬如说其他的，我们讲说这个或是我一闻到的时候，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味道，我知道说花香香香的，但我闻不出来它是什么花。但是可能到我Jo Malone开始盛行的时候，就觉得我这个味道原来这个味道是这个这样子的，对，小苍兰是这个味道，对，这个罗勒是这个味道，橙花原来是这样子，对，不瞒您说就是当时 Julia 在美国的时候嘛，然后我们一开始合作的第一支香水就是Jo Malone
那当时是好几千支针管是从美国寄回来台湾的。那我第一次尝试到，因为我以前在卖的是更是商业香啦，我以前这种对 CKB、CK1 这种的，或 Burberry 啦这些 Chloe 啊。那直到我第一次接触到Jo Malone的针管的时候，我自己因为我原装买的，我不敢喷嘛，我都直接卖了嘛，因为我赚钱嘛。好，那但是针管来到我们手上的时候，我第一次喷了它的红玫瑰，哇，我真的吓到惊为天人。我第一次发现，原来Jo Malone这样子的商品跟一般商业香的商品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牌子可以在台湾或者是在全球席卷旋风，就是他把这个单一香也做的，就是连玫瑰花的绿叶都闻得到，就是很厉害的，比较简单直白一点，是，对，它就是很简单这样。那但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当大家都Jo Malone的时候，我们就要提升了，所以才会后来我们又演进到了进入沙龙香的世界。对，我们是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的啦。是，没错。那所以它前几代的话，我觉得你必须要有，我们刚才提到以作曲家来比喻的话，那他们都是做大曲子的人，贝多芬那对，那你必须，你等于是必须要有音乐素养的，对，你才能去欣赏它。是，对，所以你当然，那你也说它可能是150年前的调香，它是100年前的调香，是，所以当然它香材的使用上面，也比较跟我们现代人的喜好稍微不同了，对，但是我不能说，你可能一开始不会觉得我会不会喜欢这一支，这已经不是以喜不喜欢来讲了，就这样你会说你会不会很欣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悲怆交响曲？这个不是你常常会拿来听的东西，是，但是你听了它就知道它是一个 masterpiece。是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以欣赏的角度来收藏了。OK， 对，是，非常谢谢这个女神来帮我们介绍真正她现在就是在法国生活了哈，所以特别亲身的去贴近的去感受这个法式的香水。那特别她又以娇兰认为这个是一个香水最具代表的一个牌子，相当有历史，而且是非常在制作香水非常严谨，而且非常有水准的一个品牌啦。所以建议如果你想要尝试法式香水，千万不要错过娇兰这个牌子。对，你要从入门的话，你可以从它的花草水域开始去试。对，那它也是一种，我可以说比Jo Malone好的等级的入门香。对，那你价钱也优惠许多。那他们有你如果已经可以开始欣赏比较等级3重奏、4重奏这种东西需要有一些3调变化的，你就可以开始去找它的这个东方系列。这也是蛮突出，他们也是蛮有特色，对，也是 Thierry Wasser 调的蛮好的一个系列。是。再来的话，现在的那个高定我也是对很推荐大家去试。那它的前几代传人的这些老香，对。有出现的话，我也是蛮建议大家可以去体验。OK，好，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女神特别从法国带回来这几支比较稀有限量的，都会是先摆在这里让大家来现场试香的哦，先感受一下。对，非卖品，对，非卖品，对，不能出行。对啊，就会开始看完影片之后，我要加一，也不能去航海，对，不能去航海，只能够来这里。只能来亲临现场感受一下，对，好不好？来体验它的美好。那也非常谢谢 Julia 这个女神回到台湾的时间。那有机会常回来了，好不好？对，之前这个也疫情关系都不能回来嘛。对，3年了，现在可以经常的回来了。对，我们也很多朋友很希望可以这个经常目睹女神的风采了，好不好？谢谢大家。那你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这个广大的 YouTube 的朋友们说几句话嘞？就是谢谢大家的支持啦。那个老板已经建立了这个开箱文的 YouTube 频道，那就希望能够推广所有的香水给大家认识。建立一个算是中文
对中文对中文的资料库。是。那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共襄盛举。因为很多朋友是买了香水之后来我们这边拍，对，无私贡献，真的是，对，所以我们自己也贡献了，公司也贡献了一些，因为毕竟一些限量的香水也是价值不菲，是啊，对，那所以就是希望大家继续持续的支持，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香水分享给大家。对，这次女神带回来，然后那个 list 报价出来了，我就出来了，对，都流汗。我就说有滴下一滴。我说那下一回法国先暂时先不要买。还不止一滴而已。限量这一桌看到的可能就大概。这3支加起来应该就有这样子了，对荷包非常的残酷，光这3支就差不多这样，对，很可怕。是，哦，所以这真的是非常精选中的精选了，而且非常稀有，女生帮我们带回来。那也欢迎镜头前的朋友们，你看到这一片，赶快来我们308号南京西路308号2楼。现场来试闻看看这些经典传奇，好不好？非常谢谢女神，对 ，OK， 谢谢女神，谢谢林心娣，下回见，拜拜，拜拜。